Hello，大家好，在这次的解析里呢，我们要来聊聊一个超实用，甚至可以说能救命的主题——你的专属情绪急救指南。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吧？压力突然大到喘不过气，情绪眼看就要失控，整个人几乎要在崩溃边缘。那种时候，旁边的人跟你说什么深呼吸，放轻松，不要想太多。老实讲，听起来根本就像废话，对吧？没错，因为在那个当下，你需要的是立刻马上能让你停下来的急救，而不是听别人说教。所以我们今天不废话，直接来看看这份指南要怎么在你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狠狠地拉你一把。心情研究所，用科学读懂你自己的情绪。我们今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，当你真的处在崩溃边缘，心脏狂跳，大脑里的思绪像台风一样大乱斗的时候，到底要怎么在短短几分钟内让自己冷静下来？我跟你说，这种时候千万不要再试图用理智去说服自己停下来了，因为你根本做不到。我们必须要绕道而行，直接跳过大脑的思跑，用一些身体上的生理强制手段来帮自己踩刹车，彻底打断这个情绪失控的恶性循环。首先，第一招，我们要介绍的是生理性叹气。大家听到叹气，可能会觉得，这不是人在无奈或是抱怨的时候才会做的动作吗？其实啊，在科学界，这可是大脑内建的超级重置按钮哦。斯坦福大学的知名神经科学家 Andrew Huberman 就研究过，这种连续吸2次气，再长长吐气的呼吸法，是目前人类已知能够最快、最有效放松神经系统的方法之一。请注意哦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心理作用，这是100%硬核的生物学机制。为什么这招这么神？关键就在于我们身体里的2套系统。当你极度焦虑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以为天哪，有危险，然后自动切换到战斗或逃跑模式。这时候交感神经开始狂飙，让你心跳加速，肌肉整个紧绷起来。而生理性叹气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那个刻意拉长的吐气动作，这个长吐气会超级强烈的去唤醒你的副交感神经，也就是逼你的身体进入休息与修复的状态。这感觉就像是在你狂飙的神经系统上直接重重的踩下刹车，毫不客气的把你从恐慌的生理反应中硬拉回来。那具体该怎么做呢？超简单，就2个步骤。第一步，先用鼻子深深吸气，吸到感觉肺部快要满的时候，注意咯，这时候再用鼻子短促地补吸一小口气。这个小动作超关键，它可以把你肺部底层那些扁掉的肺泡给完全撑开。接着第2步，把嘴巴微微嘟起来，就像在吹一根快要熄灭的蜡烛一样，把所有的空气缓慢彻底的吐出来。记住，吐得越慢越好。下次当你觉得压力大到快炸掉，快要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之前，先试着把这个动作重复个2-3次，我保证你立刻就会感觉到身体像是卸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急救法，但在这之前，我们得先搞懂大脑在崩溃的时候到底在干嘛。你知道吗？情绪会过载，通常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卡在过去的懊悔，不然就是在疯狂担心未来，越想越害怕。这时候，大脑里负责管警报的杏仁核就像是坏掉的火灾警铃一样，狂响个不停，完全控制了你的身体。所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想办法把你大脑里的理性中心，也就是前额叶皮质给强制开机，把控制权抢回来，然后亲手关掉杏仁核那个吵死人的警铃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这就带出了心理学界超级推崇的一招54321感官着陆法。这招的设计真的很聪明，它就像是你大脑的物理静音键。怎么操作呢？你要在当下这个环境里强迫自己找出5件你看得见的东西，4件你摸得到的东西，3种你听得见的声音，2种你闻得到的味道，最后是1种你尝得到的味道。
当你很认真的在找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其实正在用非常庞大、真实的感官资讯，把自己的注意力狠狠地砸回现在这个空间里。这会逼着你的前额叶去处理眼前这些具体的资讯，根本没空去管脑海里那些虚无缥缈的恐惧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感官着陆法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能硬生生地把你从过去和未来中抽离出来，稳稳地把你锚定在当下这一刻。当你刻意放慢脚步，逼大脑去感受周围这些真实的刺激时，你就等于是拿了把剪刀，直接剪断了恐慌发作的那个恶性循环。你不再被困在自己大脑幻想出来的恐怖片里，而是真真实实地感觉到，哦，我现在坐在这里，我很安全。可是呢，我们也得老实说，有时候那个情绪风暴来的真的太快太凶了，你可能连深呼吸的力气都没有，更别说还要你去算什么5个东西、4个东西的，大脑就是直接大宕机。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？别怕，我们还有第3招，也是最暴力、最有效的一招——潜水反射。这听起来有点酷，对吧？这不是什么魔法哦，这可是深深写在我们人类基因里，几百万年演化下来的求生本能。当你的脸一碰到冷水，你的身体会瞬间以为完蛋了，我要掉进深水里了。为了省氧气，身体会立刻启动最高等级的防御机制，瞬间让心跳慢下来，血压降下来。最狂的是，这就根本不需要你动脑，它完全是自动导航，瞬间见效。那要怎么启动这个超强的生物外挂呢？只要记住一个数字：30秒。对，就是这么短。你只要去拿盆冷水或冰水把脸埋进去，或者如果你在办公室真的没办法洗脸，没关系，直接冲去洗手间，打开水龙头，用冷水狂冲以手腕内侧有动脉的地方，只要短短30秒。这个动作虽然简单粗暴，但它可以在瞬间，简直像变魔术一样，把你极端的情绪给狠狠砍断。这招在认知行为治疗里面可是被当作终极杀手锏的情绪急救法，效果真的超乎你的想象。到这边，我们已经帮你把专属的随身情绪急救包给准备齐全啦。这3个超强的工具完全不需要任何装备，随时随地都能救你一命。觉得神经紧绷，用生理性叹气重置一下；脑袋胡思乱想，用54321感官着陆法重新开机。如果真的遇到大崩溃的极端时刻，直接去用水龙头冲手腕，用冷水降温法踩下生理的紧急刹车。这3招就是你最强大的防护罩，真心建议大家现在就把这几招刻在脑海里，等到哪天真的需要的时候，他们绝对能拉你一把。在今天的解析结束之前，我想请大家务必记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：情绪从来就不是我们的敌人，它只是需要一个出口而已。我们今天学的这些急救法，绝对不是要你硬生生的去压抑、去消灭你的情绪，而是要让你在不被情绪吞噬的前提下，能够安稳的撑过那场最可怕的风暴。不过聊到这边，也让我们想到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悬念。既然负面情绪不是什么必须被消灭的怪物，那我们现代社会整天在那边喊着要保持正能量、散发正能量，这种强迫每个人都要永远积极乐观的现象，有没有可能其实反而正在偷偷的伤害我们呢？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。那么我们就下次解析再见喽。